1942年夏天，太平洋的战火燃烧着，中途岛上空，美军 F-4F 野猫战斗机正在拼死缠斗日本零式。驾驶舱里，飞行员咬紧牙关，拉杆几乎拉到底，却依然被零战轻松绕到身后。机枪子弹呼啸而过，舱壁火花四溅，生死只在一瞬间。与此同时，远在大洋另一头的纽约长岛，格鲁曼工厂灯火通明，流水线上，工人们焊接铆接，把一架架深蓝色的舰载机推向工厂大门。那些飞机的目标不是机场，而是航母的甲板。太平洋的胜负不在陆地，而在海面之上。真正的决定权掌握在航母和它的守护者舰载机手里。战争刚爆发时，日本零式几乎是空中的幽灵，它轻巧，机动性惊人，能在空中做出各种极限转弯，最大航程超过3000公里，实战半径也有1000公里，几乎能陪着航母编队飞上大半天。在太平洋战场的开局，美军的处境极为尴尬， F-2A 水牛战斗机几乎一碰就碎，完全不堪一击，勉强顶上的 F-4F 速度和机动都比不上零战。结果就是美军航母上的飞行员往往还没来得及组织队形，就被零战迂回包抄，火光一闪，整架飞机化作火球坠入海中。有飞行员回忆说，你开着野猫遇上零战，就像开着卡车去追一辆跑车。在战争初期，美军飞行员的伤亡率高得惊人。航母是海上的堡垒，可要是舰载机撑不住，航母也只是一块漂浮在海上的靶子。于是一个问题摆在面前，美国真能在这种差距下撑住太平洋吗？面对零战的压力，美国海军唯一能依靠的就只有格鲁曼的 F-4F 野猫。从性能上看，它根本不算强，最高速度大约515公里每小时，比零战慢了一截。机动性笨拙，转弯半径大到经常被零战轻松咬住。驾驶舱又窄又沉重，飞行员笑称坐进野猫就像把自己塞进一罐会飞的铁皮罐头。更离谱的是，它的起落架居然要用手摇，飞行员起飞后得猛摇20-30圈才能把轮子收上去。等你刚摇完，可能日本战机已经扑到眼前了。可偏偏就是这样一架不合格的战机，成了美军在1942年的最后防线。野猫的唯一优势就是它结实，机体装甲厚实，油箱有防漏设计。飞行员们说，零战挨一发就可能爆成火球，但野猫挨3-4发还能飞回来。靠着这份耐打，野猫给了飞行员一丝喘息的机会。战机没得选，就只能在战术上创新。最著名的就是萨奇简，2架野猫并排飞行，当一架被零战盯上时，就立刻向另一架靠拢，让零战暴露侧翼，另一架野猫趁机开火。这套战术笨拙，却在瓜达尔卡纳尔上空立刻见效，把零战的灵活优势一点点抵消掉。除此之外，飞行员还摸索出所谓的能量战。零战擅长盘旋，但速度慢，野猫干脆利用俯冲加速，打一枪就跑。久而久之，这种打了就走的方式反而成了后来美军空战哲学的雏形。关键战役里，野猫的贡献不可或缺。在珊瑚海战役，野猫虽然损失惨重，但依然拖住了日本的攻击，让航母列克星敦得以撤退。在中途岛战役，野猫迎头扑上零战，几乎被全歼，但他们换来的是宝贵的几分钟，让俯冲轰炸机得以扑向日军航母，直接改变了整个太平洋的命运。别忘了，这只铁猫的最终战果超过5000架敌机。虽然它常常被零战压着打，但它用坚韧和战术，硬是在最黑暗的阶段守住了战局。飞行员们说，开野猫，你别想着漂亮的机动，你就想着活下来。野猫不是一只凶猛的猎手，而是一只拼死护主的铁猫。它撑出了时间，等来了真正的反攻利器。1943年，格鲁曼终于把一架舰载机推上了甲板，那就是地狱猫。1943年，格鲁曼工厂的大门缓缓打开，一架更庞大、更凶狠的新型战机被推了出来，它就是 F-6F 地狱猫。相比之前的野猫，这只地狱猫看起来更像一头压在甲板上的猛兽。机身宽阔，发动机硕大，仿佛随时准备扑向天空。它的心脏是一台普惠 R2800双黄蜂发动机，能爆发出2000多马力，这让地狱猫的最高速度超过610公里每小时，比零战快出近100公里。它能在3分钟内快速爬升到1万英尺，7分钟内快速爬升到2万英尺。地狱猫挂载6挺12.7毫米勃朗宁 M2 机枪，每个弹药盘最多可以容纳400发子弹，全机共2400发，
一次扫射就是一堵钢铁火墙，驾驶舱也更宽敞。飞行员第一次坐进去时，常常会惊叹，这才像一架现代战机。但地狱猫的设计哲学并不是追求零战那样的极限机动，相反，格鲁曼把它做得更厚重、结实，容易维修。最重要的是，它能在航母甲板上频繁起降。对美军来讲，航母就是移动的空军基地，只有这种适合量产、适合海战的战机，才能真正改变战局。战场很快给出了答案，在所罗门群岛上空，地狱猫第一次与零战交锋。零战飞行员习惯了盘旋追击，却发现地狱猫根本不跟你兜圈子，而是硬拉俯冲，用火力把天空打成禁区。很快，美军飞行员发现自己不再是被追杀的一方，而是可以主动出击的猎手。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1944年夏天菲律宾海战役。这场战斗后来有个绰号叫马里亚纳烈火机大屠杀。当日本航母机群扑向美军时，数百架地狱猫已经在高空等候。结果是美军像在靶场射击一样，把日本战机一架接一架打下来。短短2天，日本损失了300多架飞机，几乎丧失了航母舰载机的主力。那一刻，太平洋的天空彻底易主。飞行员们后来回忆说，地狱猫不是最灵巧的飞机，但只要你坐进它，活着回来的几率就大得多。对比零战的脆弱，地狱猫就像一只穿了盔甲的猛兽，它不需要花哨的动作，它要的是碾压。战争结束时， F6F 地狱猫击落敌机的记录高达5156架，占了美海军航空兵总战果的70%以上。它从登场到退役只用了短短3年，就彻底改变了太平洋的天空格局。总产量12275架，是2战产量最高的舰载机，平均击落比接近19:1，几乎是空战史上最惊人的碾压记录。格鲁曼因此被海军称作铁工厂，因为他们造的飞机不是最漂亮的，但一定是最能在航母上能打、能修、能赢的。零战的辉煌只维持了短短2年，从珍珠港到中途岛，日本靠它主宰了太平洋天空。可当地狱猫登场，局势彻底反转，12000多架 F6F 像钢铁洪流一样把零战一点点淹没。这背后的逻辑很清楚，赢下太平洋的不只是单挑性能最好的战机，而是谁能把飞机源源不断送上甲板。日本的零战再灵巧，也抵不过工业的差距。美国的地狱猫也许不是最轻盈的猎手，但它是最可靠的舰队守护神。航母取代了战列舰，成为太平洋真正的海上霸主。而航母的爪牙就是这些格鲁曼出品的舰载机。美国海军和格鲁曼之间甚至被称为铁哥们关系。海军要什么样的舰载机，格鲁曼就能在最短时间内交付。他们造的飞机总是能迎合海军的真实需求。所以当战争结束时，回望整个太平洋战局，你会发现一个事实：格鲁曼不是靠一架神机赢下来的，而是靠一代代能守、能打、能换的铁工厂战机，一步步把太平洋的天空夺回来。这就是格鲁曼的荣耀，他不仅守住了航母，也守住了美国的海权。从野猫到地狱猫，格鲁曼的舰载机陪着美国海军一步步打赢了太平洋的制空权之战。F4F 野猫不灵活不漂亮，但它在最黑暗的时刻撑住了战局。F6F 地狱猫登场后彻底反转，用压倒性的火力和产量碾碎了零战的神话。那问题来了，如果让你选择，你更愿意驾驶野猫在生死边缘用战术和意志硬扛对手，还是坐进地狱猫用一架架钢铁洪流把天空彻底碾压？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。你觉得哪一架才是真正代表太平洋胜利的战机？下一次我们要走进一个神秘的工厂，洛克希德的臭鼬工厂，看看小团队和黑预算是怎么改变冷战的天空。我是 Rain， 下期见。